同学们，这节课我们学习数据检索方法和查询文件。小南选修了一门通识课《信息与情报检索》。在课堂上，老师让小南用网络搜索引擎检索了几个关键词，分别统计了它们的检索时长。小南平时经常使用网络检索功能，却从来没想过，在浩如烟海的网络数据中，如何才能在0点几秒的时间内，从整个 Internet 世界中找到那几个关键的字眼呢？小南隐隐约约地觉得，一定是谷歌这种搜索引擎在数据库的检索方法上使用了特殊的方法。用户建立数据库的目的就是为了存储和提取信息。信息提取的关键在于方便快速地查询数据，因此查询变成了数据库操作的主要内容。除了直接的查询操作外，对数据的追加、更新、删除等操作也常常要首先找到需要处理的数据，所以呢，这些操作也通常以查询为基础。本章将介绍如何使用 Access 提供的查询工具检索数据。查询是数据库的重要功能，在知识体系结构图中，查询处于界面层。查询设计既可以为窗体、报表等提供数据源，也可以在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中执行查询文件，得到检索结果。好，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关数据检索的概念和方法。首先呢，数据检索是把数据库中存储的数据，根据用户的需求提取出来。数据检索的结果会生成一个数据表，既可以放回数据库，也可以作为进一步处理的对象。在人类的常识中，数据总量 n 越大，要从中检索到需要的信息呢，需要的时间就越长。也就是说，检索的时间复杂度，我们可以用 O(n) 来表示。那么呢，这就是一个以 n 为自变量的函数。那当然，如果 n 趋于无穷的时候，一般来说 O(n) 呢，它也是趋于无穷的。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我们想在 Google 中检索一个关键词，那它的范围是整个的 Internet， 那么它的检索的时长肯定是无穷大的。那这样肯定是我们是无法忍受的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要想办法让检索的时间呢，复杂度 O(n) 和 n 无关。那这样怎么才能做到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现在呢已有的几种检索方法，有顺序检索、折半检索和索引检索。顺序检索呢是在一个无序的数据列中，然后呢对 n 个数据依次的查找。那么呢，它从头到尾一个个的扫描，比如说要找66这个数，要从头扫描到最后才能找到66。也就是说呢，如果这个 O(n) 等于 n 的时候，那 n 如果是无穷大的时候，我们想想整个的这个时间复杂度呢，仍然是趋于无穷大的。那我们再看一下折半检索。折半检索呢，它是要求原来这个数据呢是有序的，然后呢，它首先在整个数据的中间部分来找，看看这个数是不是我要找的数。如果是这个数呢，就找到了；如果比这个数要小，就去它的前半部分找；如果比这个数要大的话呢，再去它的后半部分找，是按照这种方式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每次的数据范围呢就会缩小一半。那所以说 O(n) 就等于 log2n。但是如果 n 趋于无穷的时候，这个 O(n) 仍然是趋于无穷的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索引检索，是对数据库表中一列或多列的值进行排序的一种结构，这是索引。那么我们就利用索引，可以快速的访问数据库中的特定信息，就是索引检索。我们在设计数据库的时候，
大家还记得吧？我们呢需要对某些字段呢设置索引，那么索引呢就能将检索的时间复杂度 O(n) 变成一个与 n 无关的常量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因为在表中如果设置了索引，那么这个索引呢就像我们平时看书的那个目录是一样的。如果想要找到某些特定的内容，我们就可以先在索引，也就是先在目录中查找数据的位置。为一个字段创建的索引会生成一个索引序列，那么这个序列呢存储在数据库的索引文件中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索引的形式是这样的，就是一个字段的索引，它在逻辑上可以表示为2个列的表。我们看是这样的一个形式，比如说我们为系号建一个索引，那么呢它就会有索引内容和地址的指针。比如说这个是所有的系号，然后呢系号后面它的指针呢就指向原来表中的相应的位置，这就是索引所以系号的索引。那么在查找的时候，比如说我想找01系号的同学，那么首先呢在索引表中找到01，然后呢根据它里面的指针就能快速定位到表中所有系号为01的同学，就能定位到。这就是这个索引检索的方法。要知道，一个真正运行的商业数据库往往存储了海量的数据，经常整个内存都放不下一张表，动辄就对数据表检索是非常浪费时间和空间的，不亚于大海捞针。而索引文件呢，往往都非常小，检索起来很容易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实现了O(n) 等于1和 n 无关了。即使 n 趋于无穷，数据量再大，我们最后呢，时间复杂度也是非常小的。好，我们总结一下索引的优势，就是无重复索引能够保证每条记录的唯一性。之前我们已经学过这方面的知识。另外呢，当然它就能够加快数据的检索速度，可以加速表和表之间的连接，实现数据的参照完整性。这个呢也是之前我们学过的内容。另外呢，索引的劣势，首先呢，创建索引和维护索引肯定要耗费时间，另外索引也需要再另外占用物理空间。如果当数据量不太大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不建索引。另外呢，当对数据表中的数据进行更新的时候，也要维护索引。总之呢，我们通常应该为主键、外键和经常需要搜索的那些个字段、那些列建立索引就可以了。为了便于用户在数据库中检索自己需要的数据， Access 呢提供了一种能以文件形式存储的检索工具——查询文件。所谓查询，就是找到用户所需数据库子集的过程。用户建立查询的时候，可以定义需要显示的字段及筛选条件。当运行查询的时候呢，只有那些指定的字段和符合筛选条件的记录才会被检索出来。那么 Access 呢，在磁盘上建立一个查询文件，来存储这些检索需求。无论何时运行这个查询文件， Access 呢，注意它都能够从这个数据库中，根据查询的条件，查询的需求，然后将这个数据呢，给它检索出来，形成一个动态数据集，也就是一个查询结果。这是它的查询的过程。那么这里面呢有2种查询方式，一种呢是操作方式，也就是说建立查询文件来实现；另外一种呢就是程序方式，书写 SQL 命令。我们通过这2种方式对数据库呢进行检索。那这一章呢，我们首先介绍第一种方式查询文件，下一章呢我们再介绍 SQL 命令。那么我们再看查询文件呢，有这么几种类型：选择查询、参数查询、操作查询和特殊用途查询。下面呢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表格，列出了各种查询的这个功能
和举例。首先呢，选择查询是最基本的查询方式，就是根据条件，找出满足条件的数据就可以了。比如说，查询学生表中男生的学号和姓名，并按照姓名排序。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二种，叫参数查询。也就是说呢，执行查询的时候，可以让用户输入一个参数值，根据用户输的参数来得到查询结果。另外呢，第三类是操作查询。操作查询呢，包括生成表查询、追加查询、更新查询和删除查询。这个呢，我们后面都会依次的来学到。就是说，这个操作查询会对表中的数据呢进行更改。另外呢，还有几种特殊的查询，比如说交叉表查询、重复项查询和不匹配项查询。好，后面呢我们会依次的介绍这些查询文件的建立方法和使用方法。好，同学们，这节课我们介绍了数据检索方法和查询文件。同学们再见。